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日坑博主赛吉特。今天呢，介绍一下 TunaScale 上面安装 Outline。Outline 是一个适用于个人和团队场景使用的开源文档网站，它是支持协作之类的一些功能。光介绍呢，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的理解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看到这是我已经布置好的。我们点击主页，这里就会有一个概览，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这里边编辑，可以新建文档，也可以直接导入文档编辑。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总的文件夹，我们可以，它这里叫文档集，我们可以在新建，然后创建文档，你可以在文档集里边也直接写一些简介啊什么的。同样呢，它是支持协作的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权限，然后添加群组和人员，然后为每个人添加特定的权限，然后它有回收站啊、文档啊，还可以邀请其他人来协作。可以说，它作为一个文档来说，它是非常合格的。它也可以导入别的文档，但是现在还在开发中，它只能导入现在它自己的，所以它的功能是比较齐全的。这里也支持团队协作，安全性啊什么的一些东西它都有。当然了，它是比较简洁的一个软件，所以呢，它本身没有提供账号登录的后端服务，它是依赖第三方的后端，可以使用谷歌之类的一些后端来提供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是使用开源的奥斯利亚作为提供账号登录的后端，然后我们还是要使用 Traffic 代理的。Traffic 反向代理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可以参考这里。同样，奥斯利亚配合 Traffic 认证的这个视频也提到了奥斯利亚，所以奥斯利亚的安装可以参考这个视频。另外呢，Outline 本身也没有提供储存服务，所以呢，图片附件它是依赖 S3 或者是 MINIO 的。所以 MINIO 的安装教程是在这里，我们以前也说到，所以这个准备工作大家要提前的参考这些教程来把它部署好。接下来就是来安装了。这个博客的顺序呢是按照我们正常思维的顺序来安装的。我这个教程呢就是按照我的这个依赖，先安装这些依赖，再安装这个本体。首先呢是配置这个 S3，我们要登录到我们的 S3 这个界面里边，我们先给它配置一下。主要的配置呢，就是这里的设置这个区域，我们把它给填好，然后保存。我们这里填的是 CN-1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给这个 Outline 新建一个储存桶，点这里新建。这个储存桶呢，就是用来存储 Outline 的一些图片或者是附件之类的。然后我们 create，这里是空的。另外呢，如果你没有用户的话，这里新建一个用户，我这里有用户，我就不新建了。你也可以额外的新建一个用户，然后给这个储存桶使用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安装 Outline，直接在这个可用应用里边搜索 Outline。这个 Outline 呢，它其实是已经包含了数据库和缓存的那个 RAIDs，所以它是比较齐全的。我们只要配置这些周围的环境就可以了。然后网络地址我们需要填一下，我们需要访问的反向代理的这个地址。这个反向代理的地址就是看你的 traffic， 默认 traffic 的访问端口就是9443嘛，这就是你的域名，然后加上你的这个头。这里这个语言我们可以改，我们也可以不改。然后这里就是提供后端账号验证的，我们使用这个 OIDC， 这个就是开源的一个认证服务，我们使用这个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个 Center ID 和 Center Secret， 就是 ID 和密码。这两个东西呢，官方都是建议用随机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就随机一下。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随机了2个16位的字符串。等会儿这里我们需要填，对这个名字不要弄反了。等会儿我们要填到奥斯利亚里边，然后这边我们就看着博客。
所以这个是不对的。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直接从这个复制过来是有问题的。我们需要把它打开复制，这应该是我这个博客解析的问题，后面录完我会把这个改一下的。正确的地方应该是你的澳大利亚的访问地址，然后杠 API 杠 OIDC， 然后杠这个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启用我们的 S3，这个 secret 和 key 呢，就是我们的账号和密码，也就是我们这里 user 这个账号就是这个就是 key， 另外一个密码就是 secret。然后这个地区我们刚刚设置的 cn-1。然后这里有一个上传什么 URL，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 MINIO 的地址。可以看到我这里，这个安装 MINIO 它是有2个反向代理地址的，一个是 API 的，一个是它的这个控制台的。我们这里需要填的是它的 API 的地址。然后这里呢要填我们的储存头的名字，也就是 Outline。其他的就是默认了。我们下一步，然后呢再创建我们的这个反向代理。这是我们的证书。然后下一步，其他都是默认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编辑我们的奥斯利亚，编辑，然后拉到最下面，这下面有一个 OpenID， 我们启用，然后这里我们直接添加，这里的 ID 和这个 secret 就是我们刚刚在设置 Outline 的时候设置的，描述可以改一下。然后这里呢，他问你的策略，我们就一步验证就好了。一步验证就只要登录一下账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博客，然后点击添加，一共要3个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链接，我们要填对。这个链接呢是固定的，然后注意这里的这个域名换成你自己的。其实按照博客填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难的。要注意自己的链接地址是对的。然后配置好之后，等它们全部运行，我们先打开看一下。然后这里就会弹出，然后这里我们登录账号，然后这里允许，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登录进来了。
然后这里的账号呢，它是同步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文件。澳大利亚呢是可以用文件来指定用户，或者呢是 OpenLDAC 这种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设置，可以看到我这个名字就是 admin user， 因为我在澳大利亚里面设置的就是这个名字。同时它是支持中文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，它就变成中文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一键3连，这对我很重要，非常感谢。